哎，谢谢大家，感谢，的确非常有热情啊，真的。去年录完节目之后呢，别人看见我也不管我说什么猴啊什么之类的，他们看见我就会喊一句话，就喊。这些呢是一些比较让我开心的转变，还有一些是让我感觉比较尴尬的。就比如我们这些演员会参加一些平常不会去的活动，类似于像什么扫楼啊之类的这种，他们给我们每一个人配5个保安。我第一次去都懵了，我一到那儿看5个保安就站那儿，我一进去我就说第一句话，我说我错了，我到那儿我一进去，我看着那保安大哥，我非常认真，我说啊，保安大哥，你一天挣多少钱呀？他看着我，彪，我说啊，他说保镖。哇，了解。那大哥，请问你这个保安跟保镖有什么区别呢？他说保镖啊是啪，啊，保安是我说好。当时呢，我已经想好了，因为以前我在电视上看过那些什么艺人出来扫楼，所有人都非常疯狂，然后一上来就又抓你又挠你什么之类的，然后保安就拦着，我都想好了，我计划好了，只要一出去啊，所有的那些脱口秀观众在这个扫楼的时候特别疯狂，保安只要一拦我们的粉丝，我就看着保安，我说别把我粉丝，别把我粉丝，别把我粉丝好吗？你动我粉丝翅膀，我必回你天堂。我都想好了，完了之后粉丝看着我说：“哎呀，付航好霸气！”啊，第一个热搜，付航霸气护粉，我都已经完全想好了。然后保安呢，因为我一拉他一个踉跄，但是我一把我又拉住保安，我说我不光保护粉丝，我也保护你。第二个热搜，保安保护保镖。哎，我计划的特别好。但是没想到，我一出去，所有的那些脱口秀观众就异常冷静。我小鹿门枪，我们几个刚一出去，我还走第一个，我看着那个观众，我说合影嘛，他说不方便。我说那咱们往前走吧。那保安大哥特别专业，他就是这边是空气啊。他拦了2下空气，他这样拦2下空气。我说保安大哥，咱们就是太尴尬了，拦空气。我不让你拦，你就先别拦了。他说行。然后我们就往前走，走到一个拐角，突然蹦出来一个人，然后拿一根香蕉，掰开了，吃。那根香蕉就伸到我嘴边，距离我的嘴只有0.01公分，1/4炷香之后，我将会吃下那根香蕉。当时我面带微笑，我非常开心，我看着我，然后我看着那个保安，我说这拦一下啊。你拦一下啊！那保安哦，知道了，付航不许吃香蕉啊！我说拦他。所以说我录完节目之后，我的人生真的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其他人对我的态度完全就不一样了。我有的朋友，小学同学10几年没见那种，他们一喝酒就给我打电话，啊，就喝多了，喂，付航，让刘德华给我出一个祝福视频。我说我不认识刘德华，他就跟我说，哎，我在酒局上，我那个，哎，帮我圆一下。我说行吧，我说实在行，我行，那我把电话给华哥。然后我说啊，华哥给你电话。然后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你好，我是刘德华，就干这种事儿。还有一些什么亲戚之类的，过节的时候会把孩子推到我面前，就是把一个小男孩就这么高，对，学呀，你不是喜欢吗？学呀。那小孩去，
拍身。不是，行了，别拍着。你喜不喜欢？你说实话，孩子，你喜不喜欢？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我一想，真的是，其实我们很多人，我其实从小到现在，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特别适合什么。小的时候就是什么流行学什么，我是一个数学的纯学渣，就是100以内的加减法，我得算2、3分钟，就是空算，但我不是智障啊。那个女孩看出来了。其实呢，我数学这么差，但是那时候特别流行一个叫速算的补课班，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对，在大街上有发小广告的那种，就是过来就说，家长，你的儿子是速算天才，愿意来上一节体验课吗？我爸说不去。是免费的，那不早说。就带着我就去了。我第一次去上那个速算体验课，我永远忘不了。速算就是老师出一个非常难的题，特别难，几千加几千乘以10几，然后孩子呢不拿纸算，也不拿脑子算，拿手算，然后嘴里还嘟囔着，算起来就是这。真的这样。我当时第一次被我爸带过去，我在门口看。一排小朋友就跟那儿，我一直以为我爸给我报了一个骰子培训班，就是看开，你喝，我是以为这样，我都不知道学什么。我爸说学进去学，然后我就学了1节课，老师呢要考验我们的学习成果。就问其他同学，老师跟打了鸡血一样。刘子桓，那小孩，3355667加553321乘以15多少？那小孩好。3355114455331145，好，宝贝儿，请坐。富豪，我说到。3355661加775337乘以15多少？我说好。老师说别让孩子算，再给孩子算死了。所有同学就过来拦我，我说别拦我，不算呢。当时同学走了，老师都走了，我还算呢。我一直算，因为我一直知道，我从小就知道，只要我没给出答案之前，没人能评判我的对错。后面还有一句话，就像我的人生一样。爱死你们了！当时呢，我自己学完了也感觉自己特别厉害。然后我出来，我爸你知道那时候的家长他不管你喜不喜欢，他就问你会不会。我爸跟门口抽烟，会了吗？我说这简单呀，我这有手就会这个。我说你摇你也会，这谁都会这。好儿子，回学校试试。我说没问题。到学校，其他同学做数学考试。他们有演算纸嘛，非常认真，就在那儿算，我不用啊。我就这么算，同学看我，老师我害怕。你怕个屁！你怕？你不算。老师从远处就走过来说：“哎，这哪班的？这个是？哎，这是哪班的？哎，孩子，哎，孩子，你干嘛呢？
孩子，你不会做，给你奶奶叫下来，你也不会。我说我算呐，我不是召唤呐。啊，他就把这个事儿就反映给我父母了，我父母就不让我学这个，我特别开心，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那样，我觉得今天没有作业我就特开心，我觉得人生没有烦恼，就感觉后面都没有烦恼了，但是烦恼永远是一个接一个的。学校里边虽然我没有补课班了，但是古惑仔又开始流行了啊，学校里边出现很多那种黄头发，完了之后抽根烟，就跟那儿那种高年级先学古惑仔，学完了拿我练。那抽根烟就指我，就是，哎，黑了吧唧的，过来。我小时候也比较天真，我说来了。我怎么了，哥哥？怎么了，哥哥？每天给我5块钱，要不然扇你大嘴巴。我说，哎呦，真是个噩耗哎。我说你别给我幽默，每天给我5块钱。算算一个月给我多少？我说啊，还得算。他说：“你是 dancer 吗？”我说不是。他说：“你这支舞是献给我的吗？”我说不是，我这支舞是献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还有包括这些参赛的朋友们，因为我自己内心里真的觉得什么天赋啊，什么魔王大王都是障眼法，我们要做的是打碎这一切。谢谢。好，大家好，我是唐湘玉。稍微有点缺氧了，太刺激了！今年确实是我没想到，我居然一上来就挑战大魔王。我本来还以为我会是大魔王。没事啊，能跟咱们珠心算神童打一场，我也算是走起来了嘛。哈哈，确实啊，我今年有很多新的尝试。过年的时候，我还登上了山东春晚，你们的反应特别好。当时这个消息一出来，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回去贴脸开大的，结果播出来都说我被招安了。平常吐槽这不好那不好，一回去谁不说俺家乡好？上春晚我家里特别重视，我爸说这是荣誉，必须去。去之前给我下了死命令，不许说山东不好。我说我从来没有说过山东不好，我一直说的是咱家不好。我爸说哦那行，但还是不放心啊，非要跟我一起去，带我爸妈一块儿去的。一到后台，我爸就开始到处搜索，到处社交，给人家发烟。节目组也很照顾我啊，为了给我面子，我上之前让全场大喊了10几遍“唐湘玉，唐湘玉，唐湘玉”。不用，就这么尴尬。一个搬道具的大叔从旁边走过去，说：“谁是唐湘玉？咋还不来呢？”我说：“刚刚是谁给你发的烟呀？”他说：“那个老头就是唐湘玉啊。”一句话差点把我噎死，我更紧张了。我一上台就开始打嗝，平均3句打1个。观众说讲的啥没记住，节奏是真好啊。录完我就直接回老家过年了。村长听说我回来了，来我家想要一些签名照。谁会随身带着签名照？我。但我在路上就已经发完了。年底照相馆也不开，去打印店印了一些纸的。跟寻人启事一样，我何止走起来了，我都走丢了。去年我在节目上讲了很多催婚的段子，还记得吧？一度成为了我的舒适区。今年讲不了了，没有人催了。我的家人们对我异常尊重，尊重的像家人一样。尊重到毫无素材，我都得引导。
我大娘问我啊20几了，我说31了。她说啊31了，我心想快说我快说我。她说31，好。我说好在哪儿？她说好像要吃饭了，就死活不往下说了，小嘴巴就这么闭起来了。好不容易有人提到了婚姻问题，我赶紧打开备忘录开始记。我三姨疯狂使眼色，别说这个，别说这个，她嫌你。就好像我打开的不是备忘录，是生死簿。我现在不光克夫，也克亲戚了。可怜我三姨，一个开朗的媒婆，变成了回避型人格。一上午一无所获，这可咋整？家庭事业我还平衡不了了，家庭平静了，事业瓶颈了。我悄悄问我爸，我说怎么今年大家说话都不难听了？我爸说，因为大家已经知道谁说话最难听了。很多亲戚他是刷短视频看的我，短视频剪得稀碎，有些连梗都剪掉了，只留着我骂人的部分。所以有些亲戚他不知道我是在说脱口秀，单纯以为我疯了。我也没想到我一发疯，大家都正常了。吃饭之前，我大爷就我们家族现在权力最高的人，亲自过来问我：“你上哪一桌？”当天有2桌嘛，男人一桌，女人小孩一桌啊。说你随便挑，菜都是一样的。一样的，我咋这么不相信呢？我去看了一下，哎，确实有明显的改善了，但还是让我发现了一个纰漏，就是女的这一桌少了一盘蚂蚱。蚂蚱在冬天可是很稀罕的东西啊，唯一的野生动物。凭什么我们没有？哦，说是怕我们不敢吃。是哦，你说蚂蚱多吓人呀！买回来我亲手烫死的。翅膀我大娘剪的，最后我妈亲手炸的，好可怕呀！我们只敢做，不敢吃啊！所有人面面相觑，他好像是真疯了啊！我们这桌也有劝我的，说那是人老爷们下酒的，你抢啥呀？别耽误人家喝酒，喝酒着什么急的？耽误啥呀？耽误我们洗碗吗？最后说不行，我上他们那一桌吧。我说也可以，但你们不要抽烟，不要提想当年，也不要把酒洒在菜里面。他们说还是把蚂蚱给你吧。所以今年呢也没啥啊，没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吃上了蚂蚱。但我已经很满足了，别人有的我们也得有，蚂蚱再小也是肉。好，谢谢大家，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西卡。我是空姐，看得出来吧？这都不算什么。我刚开始讲单口的时候，我是那一组唯一一个女演员。那个时候主持人介绍我说，接下来上场的是位女演员。观众说啊，主持人说没对，垫了一句，她还是个空姐。观众啊，我一上场，观众啊，其中有个大哥噌的一下站起来，看过这个婆娘，一看就是春秋航空的。什么意思啊？别这样，
每个航空公司的乘务员各有各的美，知道吧？这都算了，就是因为大家有这样的反应。前段时间我去看医生，因为腰不好嘛，我一进去那个医生的诊室，有2个老头躺在那个地方针灸。当时医生看了我那个片之后，觉得我非常的严重，他说干什么工作的这么年轻，腰伤那么严重？我不好意思说我是空姐，我怕2个老头站起来笑我，我忍了一下。他要给我开脾气，他说你快点干什么的？我说医生你，我高空作业。我刚刚一说完，医生手上的笔都放下了。天哪！哎，看到没有？高空作业，妹妹。我说你说呀，他说现在像你这么年轻，开塔吊的还是少了哈。哎呀，确实我跟大家想象中的空姐不一样。我是体育生，原来是定向越野大赛冠军，国家2级运动员。怎么当上空姐的？完全是因为那段时间训练太累了，我不想跑了。我刚好碰到了空姐面试的招聘，我就报名了。拿到面试通知单那一刻，特别开心，拿着单子去找我教练请假了。我说教练，我不跑了，我要当空姐了。我教练拿过了单子，天哪，空姐，你去嘛，你当了空姐，老子给你买架飞机。当天面试的时候，我分到的那一组堪称当天面试的死亡之组。什么意思？条件太好了，因为我们那天所有人都分成7个人一组，最多就是7选2，有些甚至一组全部淘汰掉。我一进去我们那一组，不要说7选2了，我进去我都选了4个了。太好看了。第一个女孩净身高174，新疆人，对吧？我刚进去跟她对视那一眼，我就说这个空姐你当我不当了。特别好看，漂亮到哪种地步？当天我们要求是穿短袖，裸露部位不能有任何明显的疤痕。当时面试官问她，你手臂上这道疤是怎么回事？她说，哦，这个是胎记。面试官说，哦，胎记，我觉得胎记随着时间的推移应该会淡掉吧？胎记随着时间的推移淡掉，他在想什么？又不是爱情。而且我这个时候已经明显感觉到第2个女孩子的跃跃欲试了，已经迫不及待，她该踏的时候一个箭步上前，老师好，我是2号，身高171，特长拉丁，咵，他就甩了一个胯出去，就这么快，这个胯都感觉甩到了对面3位面试官的桌子上放着了，目光如炬盯着对面的面试官，好像在说，你们不给我过这个胯，我就收不回来哦。面试官哪里见到过速度这么快的胯，对吧？我说，哦，挺不错的，挺不错的。那个同学可以到旁边冷静一下吗？我们后面毕竟还有那么多选手。他说可以啊，他这样送着胯就到旁边去了，好灵活，太优秀了。到我的时候，我已经明显感觉到，因为可能是面试官已经看到了太多条件非常优秀的女孩了，到我这已经明显没有什么耐心了。我刚刚上前一步准备开口的时候，他直接打断了我说，等一下。你基本条件我们已经看了，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你有没有什么特长？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尊重我。我当时冷笑，我说特长，哼，这个地方不够我起跑。如果老师想看的话，可以放我下去跑给大家看。哦，3位老师是不是不知道怎么评判跑得快与不快是吧？没有关系，这样，3位你们现在从中随机挑选1位下去，我让他50米，我把他抓到，你们让我过，可以吗？当时其中有个面试官，你跑吗？我不跑了，累了，你先出去等一下吧。我说稳了。过了一会儿出来通知我过了，我说过了。我说问老师啊，我究竟是哪方面勾引了你们3位选择了我？老师说，哦，我们今天面试了1天了，确实没有看到过跑得快的空姐。
跑得快的空姐干嘛？后来上了班才知道，个别旅客啊，极个别，他上了飞机以后，他认为空姐是住在行李架里面的。怎么说？就只要他一按呼唤铃，所有空姐必须像氧气面罩一样快速掉在他面前说：“怎么了？”对吧？有一次我还在工作间准备，突然呼唤铃就响了。你们也知道，练体育的听不了发令枪。我当时一下冲去在他面前，怎么了，旅客？好快！我开心极了，觉得自己的特长有了用武之地。转过头看了一眼我同事在门口胯只甩了一半。我完全能理解大家为什么想象不到我当空姐的样子，因为这个社会对这个职业的刻板印象确实太多了，对吧？很多电视短剧里面拍的空姐就是这样，穿着短裙、丝袜、高跟鞋，拖着一个飞行箱在那个候机楼走过去走过来的，对吧？都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的。而是我当了空姐之后，非常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在那么复杂的高空环境下工作，还要穿短裙、丝袜、高跟鞋，就不能穿裤子吗？对吧？我当时问过我的老师，其中得到的一个答案，他就是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穿裤子的话，可能有些旅客会觉得不舒适，不舒适是因为空姐穿裤子，你把飞机上那个拥挤的座位全部给它换成床。对吧？哪怕空姐穿着盔甲站在他面前，他都会不会觉得不舒适？睡着了看不见，巴卡巴卡，就看不见。而且丝袜这个东西真的很不方便，真的，在这个职业里，我不知道它的作用在哪里。从舒适度和安全的角度来讲，都达不到，不保暖还掉裆。穿过的都知道，对吧？有些质量不好的非常恼火，哪怕这个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男人博尔特，这身装扮参加奥运会，对吧？各位，预备，砰！啪！撞线那一刻，博尔特100米成绩58秒69，没有破纪录，破了2双丝袜。而且，如果飞机遇到紧急情况着火了，真的需要撤离旅客的时候，我们撤离的最后一步，所有乘务员需要脱掉自己的丝袜，因为丝袜的材质在这种环境下非常容易起火。你不是知道它不安全吗？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还要花时间去脱丝袜，那为什么一开始还要穿？你哪怕给我穿一条厚一点的牛仔裤，起火的时候，我甚至可以把它一屁股坐灭。真的。对吧？遇到紧急情况，这个时候着火了，我说火在哪？我一屁股坐过去，我的同事拿着灭火器来，火在哪里？我说火在当下。所以真的，对吧？所以空姐穿裤装真的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吗？今天我刚好穿了裤子，我想拜托大家跟我在一起感受一下。尊敬的各位旅客，晚上好。我代表全体机组成员再次感谢您选乘本次航班，我们愿与您共同度过一段愉快而舒适的旅程。我是本次航班乘务长嘻哈，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嗨，大家好，我是黑灯。我有点上当了。刘仁成前天悄悄地跟我讲，复航的稿子一般，残疾人都骗哈。最近啊一直在巡演，全国各地到处走，一个人就可以，带个箱子，装衣服是其次，主要是探路，能理解吗？就把它推在前面，要碰到一个障碍物的时候，哎呦，小心有东西啊！有一个楼梯掉下去了嘛，你先去死吧。就是一个20寸的导盲犬，但行李箱会有个问题，
只能侧着推。你没见过人这么推行李箱的吧？对不对？有一次碰到2个隔离墩，那个狗东西自己完美的穿了过去。疼痛让人思考。我从那天开始想，有什么东西能替代行李箱，能推在正面的东西有吗？婴儿车。但婴儿车也会有个问题，你要推个空车的话，会不会显得有点变态呢？对吧？我说要不买个洋娃娃，不行，更变态。还是买了一个啊，刚需是吧？你得用啊，对吧？推了1天就打消了我全部的顾虑，根本没人会多看我一眼，觉得有病啊什么的，不会的，人家觉得很正常，这有啥的？一个丢了孩子的父亲。所以后来去陌生的地方就会推着婴儿车探路。去年夏天想到了这个天才创意，当时还接了个活儿，一个公益机构叫金盲杖，让我去给他们学生上课。他们是教那个视障学生怎么用那个盲杖独立出行。老师还问我愿意来吗？我们公益机构只能给你800块钱课时费。我说愿意 ，OK， 你不给钱我都会去的。这个活儿太好了，这是每一个打工人的梦中情活了。你们可能不知道，给盲人上课他不用做 PPT。想到这儿的时候，我都动了邪念了。我说黑灯大胆一点，是不是其实人都不用去？给他们放录音不就完了吗？录音第1句就说那个我最讨厌插嘴的学生。我也是第一次一下接触到这么多视障人士啊，也不太 get 到这个度啊边界在哪里啊。我觉得你站在台上人模狗样的讲话，你不得捯饬一下自己嘛，对不对？不对，我到现场才反应过来，不对。捯饬啥呀？没人看你呀！早上还琢磨着穿什么衣服合适，不穿都合适。那个老师约好了，说到校门口来接我，华东师范大学。一到校门口，是吧？没人。那么残疾人也骗，是吧？打电话，他说你在校门口左边还是右边呀？我说我在左边。他说那你到右边来，我在右边等你。我就有点生气了，你知道我是盲人，你不来找我，你让我去。我没有发作，强忍着怒火，推着婴儿车往右边去。到右边发现要死了，他也是个盲人。是我想当然了，他比我还严重一些，我还能看到一点，他一点都看不见，对吧？但是他有个盲杖，就自己这么敲，一边敲，哒哒哒哒哒，走得飞快。我说你走那么快干啥？你就那么忙啊你？哎，他真的，他有可能是全中国走路最快的盲人了。盲人博尔特，还没穿丝袜那种。但是，怎么说呢？华师大上课嘛，老师怕他出事儿什么的，还专门给他配了个小助理在旁边照顾一下。画蛇添足，小助理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都限制了他的发挥了，因为他不方便在外人面前展示真正的实力了。如果没有他，就我俩一碰面，他说：“哎，黑灯老师，我也不装了，咱们盲人就不说暗话了啊。其实老子会飞。”江南七怪，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飞天蝙蝠柯镇恶正是在下。到了教室之后，有20多个学生，就是去年夏天刚考上大学的那种视障学生，分2种情况，一种是就是还能有一点残余的视力，跟大家考的是同一个卷子，他可以带个放大镜进去考，就贴得很近，写得很慢，也很厉害。去年有一个南京的考生考了641分，他那个鼻子都快碰到那个卷子了，是吧？600多分，200分是闻出来的。学数学、学法学，什么专业都有。另外一种呢，基本上就是上的盲校，没什么视力了。这个相对来说选择就很有限了。就2种，
第一种是按摩推拿，没想到吧？盲人上了大学学的还是按摩推拿啊！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过去一摸，椎间盘突出。你说你要按摩推拿，你上大学干啥？你初中毕业你就去推呀，你推7年了，推成大拿了都已经。还有另外一种就是那2个学生印象也很深刻，学校很好，中央音乐学院，啊，音乐表演专业啊 ，Excel 表格很窄，音乐表都没写完整。我好奇是什么表，一拉开二胡。就看到二胡那一瞬间，我都扇自己，我说你刚才你们到底在期待什么？所有这些专业基本上也都是普通人设置的，他就大概想一想，一个人瞎了能干啥，脑子里一瞬间蹦出3个答案嘛：推拿、算命、拉二胡。啊，不是没有思考，对吧？他从3个里面精挑细选了2个，你来学，对不对？推拿、二胡，那有没有可能算命是最挣钱的呢，大哥？他们完全不了解，是吧？我这个段子说实话讲了很久了，啊。但是我中途一直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有一次讲到这儿，有个观众从黑暗中悠悠地传来一句，他说：“那我们学的专业，我们也不喜欢。”一瞬间感觉被雷劈了，我太狭隘了。这不是盲人面对的问题，所有人都在面对同样的问题。谁的人生不是在摸黑前进？人家只会告诉你，你该咋，对不对？你好好学习，将来上个好大学什么的，是吧？从小就要学，是吧？什么算，他看见了，不会在乎你愿不愿意，你想不想？你只有自己亲自去迈出这一步之后，你才会知道走错了。那真是个噩耗，是吧？所以我觉得我的分享也不会教会他们什么东西，对吧？他们人生还得自己去迈。但我有一点是确定的，我那天给20个盲人种草了婴儿车。我说我分享就到这儿吧，你们还有什么问题？问出来第一个问题说老师链接推给我们一下。我讲到这儿，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仁成，很开心啊，确实新的一期节目，时间过得真快。去年节目也是收获了很多，前段时间我还去拍电影了，其实就是跟付航一块去拍鹏哥的《长安的荔枝》。但我知道我在节目上一上来就讲这些不太好，对吧？大家毕竟不喜欢看我们这种电影演员录综艺。开玩笑，开玩笑。其实当时很受宠若惊了，提前在家准备，练台词、练普通话什么的，说一定要演好。结果告诉我演一个动人。刚刚彭导提到过动人，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是哪个字，我告诉你们是哪个字，是一个单人旁一个同。所以当我跟付航收到剧本的时候，我们没人认识这个字儿。我还问付航呢，咱们第一次拍电影就演同人？后来知道了，其实就有点像野人了，我还挺不服气的，我说我这个人平时给人的气质，不说文质彬彬吧，也算是温文尔雅，怎么就干成野人了呢？我去网上搜野人有什么特点，告诉我3个特点：皮肤黝黑，体型巨大，缺乏语言能力。冲我来的，好，我服了。我不仅服，我还其实说实话，演演员什么都无所谓。我在店里面主要是我负责的任务太奇怪了。我在电影里面主要负责吃香蕉。
我知道这个段子讲到这里，你们觉得我在编段在 call back， 因为太荒唐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证明自己，所以我只能请看大屏幕。所有语言在这面前都显得很苍白，你们知道吗？但我更不能接受的是，副行不用吃，凭什么？我记得我去拍电影之前，我有做好心理准备，就我可能需要吃很多苦，但我没想到需要吃那么多的香蕉。我有一天拍摄，我吃了30多根香蕉，6斤多的香蕉，什么概念？没吃饱。啊，当然是开玩笑，当时稍微有点难受，所以那天拍摄结束，彭导也很不好意思，就找到我跟我道歉，跟我说阿成，真是辛苦你了，我让你吃香蕉这个事儿啊，能不能不要写成段子？当然说这么多啊，说这么多，我不是在质疑大鹏导演，当然不会，我只觉得我们的喜剧理念有点不一样。我喜欢那种喜剧啊，应该是那种双线结构，故事像2条平行线一样，永远不会有香蕉。哎呀，真的很痛苦。但其实说这么多，大家感觉我是感觉很生气，其实完全没有。那是我去年很开心的一段经历，因为那段时间找我的时候，其实我当时状态不是很好，当时我刚比完赛拿了第4名。大家如果有质疑也很正常，我自己也很不安，毕竟人家教主才第5名。我看过很多那种爱豆成团的节目，我知道里面的门道。我这种情况属于占了别人的出道位。所以很长段时间我就很害怕，我总觉得大家会骂我，会网暴我，我就生活在那种痛苦当中。过了一段时间更痛苦了。发现根本没人理我，大家真的很不在乎我。我的那种心态特别像那个《周处除三害》里面陈桂林，就我都认罪了，还是没人理我。别给我这个第4名逼急了，逼急了我也可以除3害。啊，其实是讲一种心态啊。那段时间我就很难受，经常在朋友圈里面 emo。然后我当时希望大家会安慰我，跟我说你没事吧，加油啊，会好的。但没有，我忘了我朋友圈里面都是脱口秀演员。凌晨1点半，我发朋友圈说压力太大了，要崩溃了，扛不住了，怎么办？他们回复好看爱看，就是这么残忍。他们很多人很看不惯我，他们喜欢指责我一点，他们觉得我太矫情了，他们觉得没被骂不就行了吗？刘润成，你做人不能既要又要。我特别讨厌这句话，因为我发现从小到大，只要我遇到一点点好事儿，就有人跟我说不能既要又要。遇到困难从来没有。那小时候老师让我既要学好语文，又要学好数学的时候，怎么没有一个正义的人跑出来说人呢不能既要又要？我说那物理我也不要。从小课文也这么教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既要苦其心志，又要劳其筋骨；既要饿其体肤，又要空乏其身，还要行拂乱其所为。我看了就觉得，老天，你真敢要啊！这个大任我先不要了，谁要谁要，我不要。我是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反正我不要，态度要求太复杂太困难了。怪不得这段话最后一句是所以增益其所不能呢。你这么难，他确实不能，他再也不敢要了。只会说，哎，是谁在唱歌啊？所以真的，所以去年能拍电影，我真的很开心。那是我去年最开心的一个事儿。除了拍电影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儿，就是我去年在拍电影的时候，我见到了杨幂。说实话，我从小就非常喜欢杨幂。不要纠结从小。
但我真的从小就非常喜欢杨幂，但那天我没敢主动跟杨幂说话，因为我这个人有个问题，当在我的工作中遇到自己喜欢的偶像的时候，我从来不敢主动说话，我怕这样不职业，也不知道我在装什么。但那天，杨幂主动跟我说话了，因为她认识我，她看过我们节目，她说很喜欢我的表演。你们也太配合了。他甚至一见面跟我主动开了个小玩笑，他跟我说：“哎，你怎么在这儿？你不装门窗了？”一个小玩笑，但当时我真的很开心，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刘仁成，我能靠自己的努力，让自己从小就非常喜欢的偶像也喜欢我，并且认识我，并认可我，我感觉自己太了不起了。那一刻，我觉得我或许配拿那个第4名。感觉怪怪的，但紧接着我这个人就有点膨胀了，我就在想，那我能不能加杨幂的微信？想想还是算了，毕竟杨幂不能既要我的喜欢，又要我的微信。当然是开玩笑，当然开玩笑的。真实原因是当时我思考了一下，就如果我们加了微信的话，幂姐可能会看到我的朋友圈。他会发现我很痛苦，他人这么善良，看到我这么痛苦，一定会过来安慰我，跟我说：“你没事吧？”谢谢大家，我是刘小拜拜。大家好，我叫辛博，从小就在农村生活，我觉得农村的教育资源不是特别好，我的小学就那么几个民办教师，就是那种农民扮演的教师。乡村 coser， 班主任老师姓张，他教我数学也教我插秧。很多掰着手指头能算出来问题，张老师也算不清楚，因为他少根手指。算法上有 bug， 9进制。我很笃定，真的，我从小就很笃定，我一定得考上大学，因为我知道只有上了大学，才能结合着我的专业所学，让家里给我买电脑，买一台能玩所有游戏的学习电脑。所有的科目里边，数学最差，高考算是超常发挥，考了76分，按照9进制算是84。也没及格，被调剂到了数学系。我这样的学数学门儿都没有。我说妈，你必须得给我买台电脑，上帝把门给我关死了，你得给我打开一扇 Windows。没复读啊，没复读，因为第1学年成绩的前5%可以转专业。也就是说，学好数学就能不学数学。同学们都在那儿苦笑说，学数学是不学数学的充分不必要条件。听得我都茫然了。我说你们家里都什么条件？入学摸底儿考，我就是倒数第2，倒数第1是我的 homie 威哥。全班就只有我们2个人有共同语言。老师说这道题应该没有同学不会吧？我说不应该。威哥说我不会，选我当班长，说反正你也学不进去。我说为什么不学？威哥他说也不能太蠢。我最想学的专业是计算机，因为小的时候就觉得黑客很酷。大学也自学，去黑客论坛上还拜过师傅，学费60。加了 QQ 给我传了个文件，如何盗号。我一点号就被盗了。你以为
教成，结果是教案。这算啥？黑吃黑。还用我的 QQ 跟我的同学们借钱，就威哥借了。你说他蠢吧，二话不说他就帮我；你说他不蠢吧，转账的时候我就在他旁边。那是一句话也不跟我说。问过老师，我说老师，我们学数学能干啥？老师说能当老师。我后悔了，我应该问校长。其他专业就是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们就是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我发现啊，像我这种普通学校的冷门专业，社会给我们留的大多岗位都是销售类。我们学院的优秀校友墙就是全国房产中介的优秀员工墙，上面的照片基本都一个知识。那个校友群你就看吧，名字开头都有个 AAA， 你得往下滑到100名开外才有一个 B 打头的，比亚迪卖车。毕业季的时候，有那种优秀学长回来招聘，我给他倒了杯水，他说：“老弟，全班我都看了，就你能干销售，数你的眼神最空洞，你根本就学不进去。”我不想干销售，我觉得这么多年书白读了，确实感觉自己有点脱不下去长衫，但我也知道自己里边啥都没穿。学长安慰我说：“那销售和销售不一样，你上过大学的销售比那些没上过的至少大4岁，你就比你同龄人成熟。”当然，还有一个就业方向就是数转码去做编程，有专门的培训机构，3个月包就业，全班都去了，我跟威哥学了6个月，机构要给我俩退款。说是影响了这机构办学以来100%的就业率，我说不行，我只要工作。他说要不你们俩就留下来当老师，教数学。我没留下，在老师的推荐下，当地的矿务局要一个懂数学又懂计算机的人才。我说领导，我还懂点黑客。那个岗位就是坐在矿井口的岗亭里，对着一台电脑屏幕，下去一个矿工，我就在 Excel 上加1，上了一个我就全都懂数学和计算机。同学们好奇说：“你这个样的去矿上能干啥？”问得多我就很烦，我说算命。有一次下去7个，上来8个，给我吓坏了。我说这是挖到墓了，对不上账，是不是我得下去？每天除了我矿井口就没有人，整整3个月，我的日子过得就像个小日子。井上一郎。接到了一个改变我人生的垃圾电话，来自广东珠海，问我先生买房吗？我立马反问他：你们招人吗？我学数学的，他说我学物理的。我说城濮求是，他说博学笃行。我们学校的校训。时代也在发展，这几年 AI 成了风口。我也是干了很多年销售，几经辗转在网络安全行业。很多朋友不了解，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帮用户抓黑客。总有一天我能逮住我师傅。在风口上，威哥也飞起来了。他现在是一名自动驾驶算法的工程师。
来杭州开会，我开车接他，他跟我说你把自动驾驶关喽。他的能力我最了解，不在我之下。命运他经常跟我开玩笑，但我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威哥还安慰我说没事儿，你这一款我只是参与，我开发那款出口欧洲。谢谢大家，我叫新包，谢谢。哎，大家好，我是月明。我叫月明，月亮的月，明天的明，很普通的名字，非常普通。但是咱实话实讲，咱确实长得不是很普通。他们说我有明星脸，说我长得像德云社的烧饼。郭麒麟老师叫师哥。确实有点不礼貌了啊！其实我因为长相这个事情单身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现在大家不用担心啊，现在有男朋友了。我男朋友是我合租的室友，我觉得他是自愿跟我在一起的。我们合租了很长一段时间，合租了能有小1年的时间。这1年时间里，我们俩没有任何情愫，甚至互相厌恶。但是为什么突然在一起了？非常狗血，因为我看见了他不穿衣服。我俩不是变态啊！那天确实回去的有点晚，我4、5点钟才到家，他睡得也晚，他以为我夜不归宿了啊，是个野女人。他就没带衣服，放飞自我，去洗了个澡。我家那个室内结构非常奇怪。那个浴室门呢，它正对着大门。我进去的时候，他出来，接下来就是我定在原地，他躲回浴室，开始尖叫。他在那喊：“我脏了，我脏了！”我哪儿脏了？挺白的呀。负责嘛，这不得啊！我这么有责任感的人，然后慢慢有点暧昧，然后就在一起了。在一起之后，我发现他确实是个很特别的人，他走到哪儿都是最显眼的那一个，不是因为他白啊，因为他没有头发。不仅没有头发，他还有一脸大胡子，就是上面没有，下面有，毛发守恒定律。你们见过那个鲁智深吗？长成那样，他长得挺吓人的，但是他其实是个很温柔的人啊，他是很敏感、很温柔的人，而且不太善于跟人发生冲突，但是他确实吓着过人，吓着我邻居。我邻居是一个主播，非常勤奋，每天半夜在隔壁学青蛙叫，就那个点儿青蛙都不叫了。男朋友忍不了，直接走到他们窗户底下，啪就把窗户打开了。就这么盯着他们。我跟他一起去的。我说你看啥呢？他说我就看他们怕不怕进蚊子。连续3天，小青蛙搬走了。但是我男朋友其实是个很勇敢的人。他敢于承认自己的喜好，哪怕这个喜好确实会被人误会。之前我们俩去买手机，他非常激动，因为要换新手机了。他跟柜员说：“啊，我要一个粉色的手机。”然后柜员说：“啊，粉色正适合你女朋友用。”我男朋友说：“我用。”然后柜员就用那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他，他说：“啊。”大家都懂这个眼神什么意思啊？我男朋友很生气，他说：“为什么？为什么直男不可以喜欢粉色？为什么？”然后看着我说：“宝贝儿，你看看他，你看看他，我要粉呐！”我说3分钟之内我要你们店里最好的粉色手机，最好的。没看我宝贝哭了吗？店员当场拿出了一台 vivo S30，粉
本色、青春洋溢 Live Photo 神器，最适合记录我男朋友的梨花带雨时刻。其实我很羡慕他，我很羡慕他，他可以释放自己的情绪。我是个情绪非常压抑的人，我小时候一哭，我家里人对我最常说的话就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咱不知道谁是男儿，反正我听进去了。所以我是一个很羡慕他，他说哭就哭，他哭起来像那个鲁智深葬花，有一种残暴的美感，我看着都怪好看的。他们都说眼泪是男人的黑丝，他有一沓黑丝，就导致我在这段感情里非常的不解风情，我甚至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真的。我俩第一次吵架就因为我俩出去玩，他买了一束花，我随口说了一句，我说这个花杆有点长，我家有花剪子，回去剪一下，人家生气了，因为我说的是我家，不是咱家。他说我觉得你把我当外人，然后就像个竞走运动员一样冲出去50米，回头发现我没有追他。然后他像一个狂暴的鲁智深站在马路中间开始骂我：“岳明，你个丧良心的！我觉得你根本就不爱咱家。”我说这个男的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啊。在路灯底下一闪一闪的。但是他哭得太厉害了，他哭得太厉害了，我觉得我应该安慰一下他。我说你别哭了，别哭了，男儿有泪不轻弹。他说那我就不是男儿。我说，我当年怎么没想起这句话来啊？但是我男朋友其实很好，家里头很多事情都是他在做，媳妇做饭照顾我，他做的都很好。又能收拾家里，又能收拾邻居。我觉得这种男朋友还是不错的。但是很多朋友还是会跟我说，他说他赚钱的能力很差呀。我说赚钱能力不能放在我身上吗？就我负责赚钱养家，他负责鲁智深葬花，我觉得挺好的。谢谢大家，我是岳明。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数啊。我这个人在舞台上一般没有什么情绪啊，但我在生活中不是这样啊。我经常会上一秒很开心，下一秒就会突然很忧伤。一种二进制的情绪。朋友问我是不是双向情感障碍我说不是，我只是两种情绪跨越得很快我是双向情感刘翔。开心很容易但忧伤的情绪这种你就很难表达，因为你很容易遭到别人的嘲讽说你无病呻吟，那不是废话吗？有病我就去挂号了。还有更难听的会说你是什么矫情狗。哎呦，你怎么能用狗来形容一个忧伤的人？谁会在忧伤的时候伸舌头哎，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哦，原来小家只是忧伤是吗？吵架误诊了误诊了。所以现在我有这种情绪，每次想要表达忧伤，就会很害怕别人会觉得我是在表演因为说实话，哪怕是我自己在看别人的时候，也会经常有这种感觉尤其是有些人他的忧伤，他会在朋友圈和微博发2遍你第1遍我相信你是真的在忧伤，在你发第2遍的时候在想什么呢？这是我的最后一次哭泣，所以刚才是倒数第2次喽。刚才我看的是你忧伤的点映场，很奇怪，在忧伤的时候你居然还能记着全平台发送，什么意思？不许动，你已经被我的忧伤矩阵包围了。举起手来，点赞。所以我经常在看别人朋友圈的时候会感到很困惑尤其是有些人的朋友圈，你点进去之后发现，仅3天可见，但有一堆置顶。这是让看还是不让看？你感觉他对每个时间段的自己态度截然不同我3天前怎么样？你别管。但我2023年的5月24号凌晨2点钟诞生了一些多么痛的领悟，你必须要看一看。我把它排版到了最上面
这是我的招牌忧伤。大家都希望别人能够只看到自己想让人看到的啊。如果毕业写简历的时候也能这样就好了。英语4级，计算机2级，精通 Office， 置顶，第1学历，仅自己可见。其实自己也不是很想见啊。就这样，每次一想要表达这种情绪，就会想很多事情打断自己的情绪。你在生活中就很难沉浸在这种忧伤里。有一次在跟朋友喝酒的时候，朋友掏心掏肺讲了很多往事，感慨说：“哎，人生就是这样，你总要妥协，总要低头。”我们都听得很动容，为他难过。然后他突然扭头说了一句：“服务员，开张发票。”我那一下氛围感全无。啊，你能想象吗？刚才还人生低头呢，现在发票抬头了。忧伤就是这么脆弱啊！只要这种现实的东西一出现，就很容易被打破啊！你很难同时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纳税人啊！因为诗人一般都没到启程点嘛。有时候我就想，就是你说李白，他如果在现代，他能这么豪迈地表达自己的忧愁吗？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儿啊，记得开张发票。月儿报销万古愁。岑夫子，丹丘生，群收款 A 一下。啊，完全没有感觉，一点都不浪漫。现在的生活就是太现代了，这种现实的东西太多了，你很难专注在自己的情绪上。有天晚上我非常难过，想喝酒，外面还下雨了，我就只能以一种忧伤的状态打开外卖的便利店，选了一瓶酒，然后我就发现，哎，满20起送，满39免配送费，神券满49减8，膨胀一下满49减10，那就相当于还是39，白拿10块钱的东西。哎，这收藏关注又减2元，加群还可以领券叠加。那要不再买块巧克力吧？听说这个下雨天巧克力和音乐更配。哎，这超值单品里还有一双1块钱的袜子，1块钱的袜子，但我平时在淘宝买是20双18块钱，18除以20，那就是9毛钱一双。哎，我忧伤呢？我忧伤哪儿去了啊？我忧伤哪儿去了？怎么走了太久就忘了为什么出发呀？哎呀，我忧伤哪儿去了？我忧伤哪儿去了？我的忧伤被满减掉了。解忧杂货铺。有人会觉得，哎，忧伤消失了不是挺好吗？但我不是想让它消失，我就是想完整的在里面沉浸一会儿啊，不想要被打破，不想要再被打破，不想要这种碎片化的忧伤。于是我就问朋友有没有什么忧伤的电影推荐。朋友当时一共说了5句话，最后一句我永远都忘不了。他说有一部电影叫《海边的曼彻斯特》啊，男主因为自己的过失导致3个孩子全部去世，妻子也与他离婚，他一直无法原谅自己，沉浸在后悔和悲伤之中。你以为影片结尾他会治愈自己，重新开始生活，结果最后也没有。你可以去某音看5分钟解说。好，金奖励，谢谢大家。各位辛苦了，我小佳。没想到会在爱奇艺看到我吧？腾讯也没想到。小佳跑得还挺快的，开个玩笑，主要呢是冲着一个男人来的，他叫黑灯。对，去年节目播出啊，很多人拿我的脱口秀跟黑灯的脱口秀做对比，你夸他就夸他，你干嘛骂我？你骂我只有我看得到。对吧？哎，很多人说黑灯的脱口秀一点都不利用身体优势，而且讲得清楚，他讲话根本就没有问题啊，对吧？他一个
他一个视障人士，在脱口秀舞台上讲脱口秀，那就是一个普通人。到底谁在利用身体优势，对吧？他有本事用眼睛讲话。其实我们两个关系很好，之前在一起录节目啊，我就拉着黑灯的手，一直走到一个观众的盲区，他把我手放开了，然后说可以了，然后一个箭步从2楼冲下来1楼，我都恍惚了，我以为我是那个瞎子。哦，原来视力没问题，道德有问题。工作人员还跑上来说：“小佳老师要不要扶你？”我气死了，我说我看得到。他说：“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今年呢还写了本书，然后节目播出之后应该都可以买得到了。我朋友说写这本书是为了骗钱吗？我说我要骗钱直接募捐不就好了？对吧？以我这种天赋，我甚至可以直接要。这本书写得很辛苦，不是说内容，而是说打字，都是我用一个手指一个手指敲出来的。知道的在写书，不知道以为在发电报，发的时候还触电了。我朋友说你可以试试语音识别文字啊。又不是没试过，识别不出来。我其实很喜欢写作，我中学时就是我们校报的主力干将。我当时专门负责写诗，而且只有我在写诗。如果那个月写不出来呢，就会找一些著名的诗人代替我。我跟老师说我写不出来，老师说没事，我让泰戈尔替你一下。泰戈尔也是没想到100年之后在中国当了平替。比起写书呢，我现在更害怕后面的签售，因为我写字很慢很难看，有时候演出完之后观众会让我写吐签，我就很有压力，关键要吐一堆。上次有个观众说：“小佳，你能不能写一个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一生平安？”我说你自己好好努力吧。我保佑你好不好？我其实是左手写字的，又慢又难看，但已经很好了，因为右手更慢更难看。简单来说呢，我写字就是左手右手2个慢动作。所以易烊千玺演那个小小的我都是命中注定。哎，有人看过这部电影吗？看过是吧？很多人说我是这部电影的动作指导。所以我中学作文真的写不完，还很难看，就整篇文章整个每个字都超出考卷的那个格子，整篇文章都在努力的擦边。写妈妈的爱，爱得比谁都克制。老师还特别怕伤害我，给我评语都是文章很有特点，运用很多留白的技巧。而且当时写作，我觉得是简单很多，因为上学写作的时候会有那种万能公式嘛，就不管写什么话题，第一句话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我有个妈妈。哎。别人写可能是在乱编，但我写同学看了都很感动，说太好了，你妈妈终于回来认你了。而且为了凑字数，800字文章啊，有20句名人名言，感觉那些名人在我文章里做萝卜蹲游戏，你知道吗？孔子说，孔子说完，老子说，老子说，老子说完，老子还没写完。
但现在写作就难很多，现在呢要求写书需要真实严谨。我前段时间书在审核的时候，有个句子说要写周奇墨经常去公共场所观察生活，写错了，写成了周奇墨经常去公共厕所观察生活。我一开始还没意识到，我的编辑说这样会不会让大家觉得周奇墨是个偷窥狂？我说不会啊，他一直都是这样啊。这本书呢叫做《浮游直上》，它是一个关于成长的严肃文学。那为了让它显得更严肃一些呢，希望下次签售的时候别让我吐签了，好不好？实在想要的话，你们写完，我给你们摁手印。一个手指我比较习惯。最后呢，希望这本书和我的手印都可以戳到你们，谢谢各位。Hello， 大家好，我是 Nora 啊，非常开心可以过来这一边啊。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啊，这2年呢有了一些变化啊，我创业了啊，做了一个脱口秀俱乐部，叫做 Spicy Comedy 啊，感激大家啊。我也第一次创业嘛，我觉得创业真的太烧钱了。我们剧场呢是开在了新天地啊，可能是上海租金最贵的地方之一。没有演出的时候，我都很想把这个场子给用起来。我侄子生日，我就说姐姐，人一辈子只过一次生日，你要搞个 party 嗨起来，你把侄子托儿所所有的 homie 都叫过来啊，场地我打折，小朋友们啤酒免费喝。我这个场地租金太贵了，我爸很心疼我，他想表达爱，但我爸表达爱的方式就是夸张。他想把我们这个剧场推荐给他的朋友，他的话术是这样子的：哎，朋友，我女儿很结棍的，我女儿在新天地啊，搞了块地方。哎呦，我女儿很结棍的，我女儿搞了个什么脱口秀俱乐部，哦，对，跟会所差不多地方。哎，我女儿不容易啊，一个小姑娘搞了个娱乐场所。我去看过的，她下面搞了一批人，有男有女。这批人我女儿亲自培训的啊。她最厉害的地方得不啦？她下面还搞了些外国人啊。我女儿一个小姑娘，什么南非人、阿拉伯人，最近还搞了些美国人。朋友们，最近进口关税多高啊？啊！我女儿下这么大血本，就是为了让中国人开心，母子哦，结果哈。非常开心啊！就我爸真的很关心我，但是呢，我爸有一次来剧场，看到这个票没有卖完，他就很心疼。我们同事跟他开玩笑说：“叔，新天地有很多的外国游客，你能不能把我们的演出推荐给他们，用英文？”我爸说：“哟，我英文不来塞的呀，我一个老年人，不过没关系的，这个事情很简单的啊，我就跑到马路上，我看到外国人我就抓住他，我说 You want happy？” 我爸这个英文真的非常糟糕啊！但我也知道，我创业的确是非常的难，因为我这个性格不太适合创业。我这人非常在乎别人的想法，但我见过很多老板，我觉得老板大部分自我感觉都很良好。以前上班的时候呢，被老板知道我兼职做脱口秀了，从此以后，每一次客户吃饭都会带上我。项目聊完了，老板就开口了，他说：“王总啊，你看过脱口秀吧？没有对吧？巧了，诺拉站起来。接下来哦，乐菜上来之前，诺拉就会给我们讲段子，开胃哦。朋友们，你们有在小南国跟苏浙会的包厢里面讲过脱口秀吗？哇，圆桌旁边坐的就是老板和你的客户，大家穿的都很商务，只有你一个人站着。服务员推开门，以为有一个服务员又出去了。
个时候呢，我还做了一个个人的专场啊，然后我当时很兴奋，提前下班就去剧场准备了。当时100个房间把我给震惊到了，因为坐着70、80个人，就是我的老板跟我的同事。都有个同事还跑过来跟我炫耀，他说 Nola， 这是老板给你的惊喜啊，哈哈，今天你的专场就是我们的团建啊。我第一次演专场，我真的很紧张，我在后台准备，但演的还挺好的，甚至比我平常演的效果还超时了几分钟，因为我要把段子里面每一个我的老板变成我之前那个老板。创业已经这么难了，我还给自己上了个难度啊！我选择跟我的老公一起创业啊。我老公这个人真的是太爱工作了，他有多爱工作呢？就是在我身边，他就会聊工作。哪怕我们去到世界上最好玩的地方迪士尼，他得说：“天哪，老婆，礼拜一都这么多人，还是迪士尼会做生意。”这样子，明天开始你的海报上就写诺拉贝尔。我们累了一天，回到家躺在床上，都准备要睡觉了，他会突然睁开眼说：“我有个想法。”我说：“老公，床上是不能聊想法的，因为聊出来的都是 bad idea。”虽然创业真的很难啊，但在我们的努力下面呢，运营的还可以啊。经常会有非常多家长带他们的孩子来看我们的英文脱口秀，说：“老师，我1个小时以后来接他。”这个时候我都不敢讲话，只有我爸说：“放心，保证让他 happy。”谢谢大家，我是 Nora。大家好，我叫夏夏。我今年34岁了，就这个年纪，看不出来啊。我知道，看着还打扮的比较可爱。34岁了，我也是刚结婚不久。虽然我在一个成熟的年龄结婚，但是我还是对很多婚姻的规则不太理解。就比如说结婚之后要改口，就是我从此以后要叫我对象的爸爸妈妈了。我做不到，我才刚认识他们呀。我跟我亲妈都是在我跟他认识1年之后啊，才开始叫他妈妈。刚认识呀，我们平时怎么对待刚认识的人呢？啊，礼貌的对待他，对吧？无法想象我见到我婆婆，我握着她的手跟她说：“妈妈，您好。”总听我老公提起您。朋友们，我也幻想过自己的婚礼啊，穿着白色的婚纱在草坪上跑来跑去。但你们知道，当一个普通女孩去到一个山东普通小城市的普通婚纱店，我只能见到最常见的那种重工婚纱。重工婚纱就一个特点啊，就是重。我刚开始还问那个卖婚纱的大姐，我说：“这个能有多重啊？”那个大姐说：“也就20多公斤吧。”20多公斤，这可是飞机托运的极限呀！试穿啊，朋友们，需要2个大姐合力把婚纱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那个婚纱不用人扶，她可以自己站在那儿独立婚纱。我第一次穿上这衣服啊，呀迷糊了，脸色铁青，我开始缺氧。朋友们，我住过2年的地下室啊，我都从来没有像那一刻一样，我是一口气都抓不上来啊。那玩意儿它会形成一个巨大的白色圆锥形，上面留一个洞，它看起来就像一个坟。我妈看我脸色不对，还在旁边劝我：“宝贝，啊，结婚可是你这辈子最幸福的一天。你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你就忍一忍啊。这得是一种什么样的幸福啊？忍忍得幸福。”
还有一套衣服啊，叫做绣荷，大家听说过吧？结婚的时候要穿，它是一套传统的中式的服装。我后来也了解过这个绣荷的来源啊，它来源于2001年周迅那部电视剧《橘子红了》，然后里边的主角绣荷穿了一套漂亮的婚服，然后大家开始模仿，这是它真实的历史啊。但是当时婚纱店的大姐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她跟我说，在我们山东穿绣荷结婚啊，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一种传统。在古代呀，只有正房结婚才能穿绣荷的。我想了一下，我是正房啊，就我高低得来一套吧。我过了很久之后，我才发现我被骗了，朋友们。我有一天刷短视频啊，我刷到橘子红了，我才发现里边那个绣荷啊，是个三太太啊。还有一套衣服叫做敬酒服，就结婚太麻烦了，要换好多套衣服。我不明白啊，就是我在敬酒的时候，我竟然要专门回去换一套衣服，然后出来给大家敬酒，太复杂了。我小时候看《水浒传》，里边的人敬酒都是不穿衣服的。我吐槽一下我老家那场回门宴吧，我妈太重视这场婚礼了，就她甚至给自己也准备了一套敬酒服啊。人家是真没白准备啊。所有人来的时候说恭喜都是跟他说，所有人敬酒都是找他敬，照片拍出来全部都是她和她的闺蜜，我全程跟在她后边给她拿手机啊。她那天太开心了，就是她见到每一个人都要重复一遍，今天呀真的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一天了。就我在告诉我妈，我说妈妈，你要为自己而活呀。就是我根本不在乎这些仪式。我说妈妈，如果你认为这个仪式很重要，那你这辈子最幸福的那一天，应该是你自己结婚的那一天啊。然后我妈陷入了沉思。我结婚的那一天，我结婚的那一天，是你外婆这辈子最幸福的那一天啊。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杨蒙恩，终于回来上节目了，太帅了！谢谢，就等这句话，谢谢。真的，不然我现在每天打开小某书，他在那儿给我推荐，猜你想搜，杨蒙恩去哪儿了？我跟你说，人一旦从网上消失了之后，别人就会觉得你出了什么问题。我还收到那网友啊发私信关心我说，蒙恩。看你好久没有发微博了，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感情出了一些问题？我是《再见爱人》导演组的导演，有没有兴趣？我说 OK。朋友们，我这2年什么都没有发生，真的没有任何事。我这2年一直在准备出国留学。我去年1整年我都在学英语，然后考了托福，然后年底成功报考了纽约大学电影系的研究生，厉害吧，厉害吧？但是我没考上，我没考上，给我干懵了，知道吗？他们跟我说我分不够，我说我为明星上大学不要分啊。开玩笑，我不是明星啊。是的，我面试的时候我还跟他们假装谦虚呢。我想说我自己是个小有名气的演员。我说 I'm a little famous。下来一复盘，果然英语没写好。英语里面little 是有一点 ，little 是几乎一点都没有。哎，我还跟人要奖学金呢，我奖学金我也不会说。I want you give me money. Give me money. I need money. I need money. 我这个面试总结下来就4个字儿：敲诈勒索。人那边也纳闷呢，说：“哎，今天面试一小伙子，一点名气都没有，还跟我说觉得自己巨牛。”我当时就不应该跟这些老外谦虚。I'm little, I'm superstar, icon, influencer, ICS VIP 会员，是吧？
只要我愿意，我可以这个面试结果我可以抢先看。我跟你说，我也就在现场这样讲，知道吧？这个段子能播了以后，你们看吧，那些 VIP 们呢，肯定在那发弹幕呢，什么 famous 是形容词，不能跟在阿雷多的后面。就你们英语好的，就你们英语好。他急了，他急了，我就是急了。我就刚跟弹幕吵了个架，不好意思。我就是喜欢把事儿想太美了，你知道吗？但是说实话，我当时退圈的时候，我都想好怎么复出了。我就想，我沉浸2年之后，在微博突然发一条纽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然后我就云淡风轻的3个字：纽约见。到时候，纽约大学3大校友，泰勒·斯威夫特、李安、杨蒙恩。我都差点给李安发私信，我说学长，咱们学校在哪儿买脸盆呀？我对我的自己的认知产生了非常大的偏差，你知道吗？我以为我能达到的效果就是那种厚积薄发、带着梦想冲出枷锁的大龄流子。但实际上的我就那种每年高考里面的新人文人物，是吧？6旬老汉第18次参加高考，喜得176分。最后大家佩服，都不是因为我取得了什么耀眼的成绩，大家就是纯惊叹，这老登还有气儿学呢。当初还有人给我建议，就说你直播呀，你记录考研过程肯定有流量。我就是怕打脸，我就是怕我在每天直播奋斗考研背单词，然后第2天回来，请问脱口秀大会在哪儿报名啊？其实这个我考研失败的段子，在我决定考研第1天的时候我就想好了，唯一的区别就是我回来了，但节目不在了。我真的回来以后，我朋友们跟我吃饭呢，聊的都是我熟悉的人和事儿，但用的都是我听不懂的词儿。现在主要俩节目。一个拖沓，一个喜单。我说拖沓喜单啊，这俩节目一个鹅的，一个桃的。我说，鹅的桃的。我努力听懂他们说话的样子，就像一个刑满释放人员。我跟他们说的话也像刚放出来的。他们说：“蒙恩，你到底上哪个？”我说：“少废话，这2个哪个来钱快啊 ？I need money。”然后他们给我讲这2年行业有多激烈，对吧？有人塌房了，有人聊粉丝被爆了，有人被女友锤了，然后女性主义脱口秀遍地开花了。我听起来就感觉脱口秀这2年的发展好像就是女演员一直在上桌，男演员一直在上炕。真的，之前还有网友给我发私信说：“蒙恩，我觉得现在有些女脱口秀演员硬上价值，你能不能出来吐槽吐槽这个事儿呀？”我说：“你让我吐槽什么呀？你先把那些男演员从炕上拽下来呀！”这个没有影射同行的意思，就是真的是这样的。然后杨丽还问我说：“杨哥，这2年你发生的事儿，你就一点儿也不知道吗？”我说：“对呀，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了学英语，我关了朋友圈，我卸载了微博，然后一切社交软件我都远离，避免打扰。”他听完之后，他都惊呆了。他说：“天哪，就这都没考上吗？”但是我拿到了另一所大学的 offer， 我还是有学上，然后我今年还是决定出去上学。然后他们问我为啥一定要出国，我说我想主持奥斯卡，我想把脱口秀带到国外。王建国说脱口秀不就是我们带回国内的吗？然后说这玩意儿带回来才几年，你又往出带，你没事你当脱口秀干啥？
咋的了？语言类节目不加关税啊？然后我在开放麦突然练的，就是双方谈妥了。我说打这么半天，把我段子给我打飞了，是吧？你永远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所以我现在有一个大象冰箱理论，就是不管你想干什么事儿，别多想，你只计划3步：学英语、去美国、主持奥斯卡，就是这样的事儿。别听那些有逻辑的跟你说，哎，这不可能，怎么样。我说把大象放冰箱里需要3步，他跟你说哪有那么大冰箱呀？这需要多少电荷呀？他觉得他自己有逻辑，但他也不想想我去哪儿找大象啊。其实很多人都觉得你实现梦想才是成功，但我自己觉得就是当我去追的那一刻，我就已经成功了。虽然最后没有成为李安导演的校友，还是有些遗憾。但是，李安导演你放心，以后我去纽约买脸盆，我指定还找你。谢谢大家，我是杨蒙恩。好，那我们来了，后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英宁。这2年呢，我去国外上学了。每天都在吃白人饭。蒙恩呐，兄弟啊，你还有3个月就走了，咱现在就该吃点啥吃点啥吧。哎呀，我最近回上海发现，上海也开始流行吃白人饭了。我去吃了，不是很正宗。因为太好吃了，就国外那个正宗的白人饭，没有调料，没有味道，没有活下去的必要。白人饭的菜，那是真生吃啊，生芹菜、生西兰花、生菜花，吃到后面你都不用自己物化自己，这就是纯牛马。就这菜，他们不炒。也不焯，就让你蘸酸奶吃。吃了1分钟我就懂了，酸奶在这里面主要起到一种送福的作用。唯一不生吃的菜是豆角。咋不能生吃呢？吃死多好呀！死了，我在黄泉路上，孟婆还能给我喝一口热汤，也是过上了一种向往的生活。就这午饭你吃完你都根本不用午休，因为血糖根本上不来。你想吃点热乎的，只能靠自己上火。就真的很想问他们，我说普罗米修斯知不知道这个事情？我说普罗米修斯当年为了把火种带给人间，被宙斯绑在山上，每天忍受着风吹日晒和秃鹫的啄食，然后你们就吃这个。我说那普罗米修斯他自己晒得久一点，秃鹫吃的都比你们热乎。我要是普罗米修斯，我看到白人吃这些东西，我真的会很生气的。我说你什么意思？早知道我带什么火呀？是不是我给你们自由过了火？早说我带点酸奶下来不就完了吗？哇！但是后来我确实就开始自己做饭了，为了活下去，也为了吃口热乎的。朋友们，中餐是真好吃啊，但做中餐真的好费时间呀！我要做一顿午饭。我得洗切煮炒炖吃，洗，因为第一个洗是洗菜，第二个洗是洗锅碗瓢盆菜碗和灶台等，好不容易收拾完了，我坐在那，该做晚饭了。根本没有时间忙自己的事业，还有爱好。我朋友问我说：“英宁，你现在在国外上学还是上班？”我都不好意思，我说在家上菜。现在主要在西方展示一些新东方。但确实我实话实说，那一段密集做饭的时间，天天做，顿顿做，我一下就理解了我那个老母亲。
就我印象中他年轻的时候总是特别的焦虑。我现在理解了，因为他活真的太多了，他要下班赶紧马上回家上班，因为家里不仅有家务，家里还有2个废物。我和我爸每天不干活，哇，特别的快乐，快乐的像那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样。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主题曲怎么唱？啊，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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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拉了能有1分多钟，都没提他妈一句。我不知道，还以为讲的是一个单亲爸爸的故事。我点进去一看，我的妈呀，有妈呀，叫围裙妈妈。我说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围裙妈妈。我说妈妈怎么了？妈妈是没有头吗？我说你大头小头后面至少接个烫头吧。我最近又重新看了一遍这个动画片，没想到这么恐怖，推荐给大家。午夜梦回的时候你就点开1集。这个动画片一共151集，有1集叫《围裙妈妈的节日》，重点推荐。那一集是这么演的：大头儿子睁眼醒来说：“今天是3·8妇女节，是妈妈的节日，我们就让妈妈休息1天吧。”哇，大头儿子说这话真是让人头大。365天就休息1天，要我说996、007算啥呀？你试试这个355。后来发现我还算错了，休息10天才是355。我说难怪只有那父子俩有头呢，原来妈妈这日子真是一眼望不到头啊。妈妈甚至都没有一个病假啊！有一集围裙妈妈在家做饭累到晕倒，父子俩赶紧跑过来关心说：“围裙妈妈，你可不要死啊，我们还没有吃晚饭呢。”我一个字都没有篡改过，我说：“所以妈妈不是不能死，是只能饭后死。”我要是围裙妈妈，我就做顿生豆角，大家一起死。但我还是要为小头爸爸证明一下啊，他是个好男人。做过1顿饭，就在3·8妇女节那天，给妈妈做了4道菜，分别是红烧芋头、生拌黄瓜、白糖拌姜片儿，已经很荒谬了，对吧？第4道菜更绝，叫紫色卷心菜，连做饭的动词都没有了。我要是围裙妈妈，我肯定会很难过。我说你什么意思？我把你当家里人，你把我当外国人。你给我做4道白人饭，白糖拌姜片啊，朋友们，白人都不这么吃啊。比白人饭还难吃的饭，就是这份男人饭。谢谢大家，我是叶念。